再来一会儿。这羊肉似是芒果的。芒果。叶鼎之，你去过芒果？北蛮吗？去过的。我之前有幸参加过他们的祭神会，这羊腿足足烤了6个时辰。叶鼎之，你不单单只是去过，而是在那待过一段时间吧？这羊腿的火候、步骤，可不是去过的人能够烤出来的味道。是。在我心中，游历一个地方，并不是走马观花的看，而是要真正的融入到那里生活。没有几年的一起生活，怎能算是真正的游历？叶鼎之，没想到你年纪同我差不多，经历到如此丰富。我最北去过北蛮，最南去过南绝，西面游历过大小佛国，东边也曾扬帆出海。这世间之大，我只怕去的不够多，去的不够远。你还真像我儿时的一位朋友啊，说他还活着，一定同你一样潇洒自在。所以，柳月公子什么时候能给我个答复？关于方才这酒，相信在座的诸位心里都应该有了答案。胜出者就是百里东君。他那酒的酿法不过是寻常米酒罢了，我的可是你们学堂偏袒徇私。你的酒的确是好酒，口感醇厚，那是为何？可这酒，即使是再厉害的酿酒师，也需要半年才可以酿出这味道。可你却用了短短6个时辰，就酿出了这味道。灵素，查查它。公子，此人应是用壶里的酒替换了现场酿出来的酒。名字里带个信字，却做出如此卑劣之事，赶出去！来人啊！走！放开我！不公平！你这样不公平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不管你们什么规矩啊，但是我觉得小兄弟这过早酒就是比他那杯好喝。既然这酒已经判定了，我的肉也已经吃过了，那便请柳月公子也给个评判吧。学堂出事，时辰已到。百里东君，叶鼎之，过出世。柳月啊，你果然没令为师失望啊！100位只剩下16位，正好，正好。师父吩咐给的任务，弟子自然是要尽力完成。辛苦你了，那你好好休息休息啊。接下来的中试呢，我让雷儿和莫武去做就行了。不，弟子愿意去。这可真是破天荒了。你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件事情感兴趣了？因为这次大考，出现了很多有趣的人，所以弟子很期待他们会为学堂带来怎样的惊喜。而且什么？我想收一名做弟子。真的？哎呦，那以后咱们师徒俩会不会争起来？不会，徒弟自然是抢不过师傅的。更何况，他们中有人武功很高。有多高啊？高到我没资格
做他们的师傅。请。草民叶鼎之见过亲王殿下。都说这秋露白是碉楼小筑的第一美酒，来，你也尝尝。怎么还没写啊？对啊，不过就参加个初试嘛，至于吗？哎，这不行呢。百里东君，过几日就要中试了，我来问问你，初试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想结识的朋友，或者不想遇见的对手啊？此话何意啊？回答我便是。叶鼎之，我不想跟叶鼎之成为对手。叶鼎之，他也不想遇上你。为何？知己相惜嘛，有点像你当年和顾老三的意思啊。哎，你是聪明人，相信你应该知道，本王这次找你的目的。承蒙殿下错爱。哼，是不是错爱，日后自有分晓。若你能助本王成事，名声、权力、富贵和女人，本王都能给你。我不需要这些，我只需要一样东西。哦，是什么？我要的东西，殿下一定有。好，只要不是玉玺，就都好说。不过你要的是玉玺吗？当然不是。行，那本王就提前答应你。好，那我就提前多谢殿下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大将军叶宇自恃功高，以权谋私，不敬圣人。有人检举，其有通敌叛国之嫌。然念其昔年护国有功，超满门，族人流放，业与带走面圣，亲子。叶将军，
还等什么？还要本王亲自请你接旨吗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欲加之罪。报，这是在叶将军府中发现的与敌国往来的信件。证据确凿，何为欲加之罪呀？爹，爹，还等什么？带走！亲王，我要的怎么会是玉玺呢？义子落霞，展幸平安。我近日密访北离天启城，恐自身身份另生事端，故借用子之身份行事。情况紧急，来不及同子细说。此行也多亏当年同阿紫学得一二把戏蒙混过关。他日定携美酒拜访，童子开怀畅饮，以谢今日。妹，月瑶。小大件啊！我要这个红色的小老虎。我也要。客官是来买东西还是来当东西？月瑶小姐，你怎么还扮上大掌柜了？各中细节我已写在信中，劳烦您将此信交给落霞姐姐。小姐请放心。齐轩，怎么是你？是。你故意向小姐泄露行踪，你在提醒小姐，我们来了。难道小姐不才是天外天国主之下真正的主人吗？她应当知道我们的行动。看来我出天外天之事已经被吴相使知道了。他既已知道我的动向，想必齐轩此行也是为了百里东军而来，就是不知道
这次来的人是不是只有齐轩一个？也罢，无论如何，也是多一分胜算。你来了。明日开始便是中试，今日之后，我不会再来传授你内功了。落花流水，学完了吗？傻小子，哪有武功真的叫落花流水？那是我胡编的。这门功夫是你师傅独创的，叫秋水诀。秋水诀。秋水时至，百川贯河，径流之大，两寺主崖之间，不变牛马。你师傅年轻时云游天下，于秋日睡于大河之畔。是夜梦入河川，与河伯对话。第二日，便创下这秋水诀，以自然之气牵引内力，如江河般滔滔不绝。这么厉害！在我心中，天下间有3个半妙人。哪3个半啊？第一个，就是你师傅如仙古尘，书读万卷，能换万千，仿佛世间没有其不能之事。这第二个嘛，就是学堂李先生。只不过我这个人比较讨厌俗气，因为太多人崇拜他、敬佩他，所以我反而讨厌他。不过他曾经私下舞榜，并扬言天下间没有人可以平定于他。倒是件好不俗气的事情，所以他也算个妙人。这半个就是国师齐天辰，他本是通天，可以媲美吕素贞之人，却因在朝因为一顶国师的帽子被压着，平白少了一半的仙气，所以他只能算半个。你只说了2个半，另外那一个呢？我自己啊。你也太不要脸了吧！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，接下来的中试便是力量对决。不过这次的规则是可以组队，所以我建议你选。我自有我的打算。可你若按照我的选择，必然可以走到最后。学堂大考等闲人不得入内，你怎么了解这么清楚？我本就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，倒是你比我想象的要笨。竟然还没有猜到我的身份。白小堂，没错，我就是白小堂堂主姬若风。若风，你怎么跟萧若风是一个名字呀？没想到你倒问住我了。我和他虽然同名为若风，可他是乘龙之风，有人想借他的风登临9天，破云化龙。而我是无影之风，无地可寻，无从可握，却又无处不在。我们并不相同。这什么情况？乘风踏云步。很期待接下来你在大考中的表现。只是，千万别死了。学堂大考也会有生死较量。你太小看天启城，也太小看学堂大考了。是我太小看这天启城了吗？我从不小看任何。我只是觉得，当我手持长剑，我便是那个能走到最后的人。老七，你觉得这次参加大考的人怎么样？除了叶鼎之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个人值得我们注意。
虽然他还没有展露其他的本领，但是光是名字，就已经足够让人遐想的了。谁啊？诸葛云。诸葛。不会是那个诸葛吧？这世上会奇门遁甲的，除了那个诸葛，还有哪个？百里东君他……若是东君他学成归来，安然无恙，我便拿给你解药；而若是期间出了什么意外，中了温香暖玉的人，会死得很舒服。雷师兄，你对百里东君的关心比我这个推举人更甚，这很不寻常啊。有吗？哎，没有吧？毕竟他帮过顾老三嘛，互相帮助。放心吧，现在的百里东君也不只是我们看到的百里东君了。你不是最讨厌这等场面？以为你完成了出世，便不会再出现了。一会儿你就知道答案了。哎，雷兄，你说这次周氏谁会震惊全场？叶鼎之、叶落霞，还是那个会奇门遁甲的高手？这些选项中怎么没有你啊？你让我怎么选？不愧是自家兄弟啊！那我再问你一次，你说这次中试谁会震惊全场？是叶鼎之，还是叶落霞，还是我，还是那个会奇门遁甲的兄弟？叶鼎之，你有病啊！不，实话实说而已嘛。你现在啊，要是想要震惊全场，还太早了。哎，你们到的可真早啊！哈哈。没有我在，你们一定很尴尬，你们一定很没有话聊吧？那可不是，两位公子已经并排站了小半个时辰，彼此就说了一句话。正常，放心吧，一会儿呢，就由我负责来把控这全场。他们两个太没劲儿了，要是由他们来介绍规则，底下的人都紧张死了。而我，可就不一样。你是不一样，你可以从早说到晚。他们困了，自然就不紧张了。这话说的倒是没错。行了，你们16个人现在就算是进入我们学堂的中试。根据我们中试的规则，你们必须4个人分为一队，一共分为4队，每一队拿到一条线索，然后你们得根据这条线索去找到最终的事物。谁先找到这条事物，你们就可以拜入学堂，而师傅就会在你们4位中挑选1位成为他的关门弟子，也就是我们的小师弟。当然，仅凭一条线索就要找到最终的事物可不容易。如果你们能凑齐4条线索，相信答案将会清晰明了。所以啊，打败其他小队，夺得他人的线索，才是你们胜利的关键。那靠什么组成小队？需要抽签吗？自己选吧。自己选？可是我们并不认识啊。要不咱俩一起？你们确定这段时间还不熟悉彼此吗？谁的剑术好，谁的毒术好，谁的轻功好，谁又最难对付？难道你们没有调查清楚吗？你们所有人的名字，你们所有人的来历，查得到的，查不到的，大家心里没数吗？一个个都是聪明人，别在这儿装单纯了。你们啊，有这闲工夫来这儿抱怨这些事儿，还不如早点选择自己想要选的人。毕竟时候不早了。周末，你提点的太多了，半个时辰，开始吧。
下，让一让。老怪，让开让开！要不我们一起吧？对啊，我们一起吧。这叶鼎之还挺受欢迎。几天前，叶鼎之在城内阻止了一场械斗，武艺之高，震惊天启，这你都不知道？还有这种事儿？小姐，是否愿意同我组队呢？是他。虽然我从未见过他的真容，但机会奇门遁甲，气息如此相似，不会有错。他若来了，事情便麻烦了。怎么，小姐另有打算啊？我若是另有打算，你莫不是会有意见？自然不会，只是希望殊途同归，能在终点跟小姐相见。现在可麻烦了。等等吧。叶兄，叶公子，再考虑一下吧。真去考虑一下。看来你的好兄弟要比你更受欢迎了。我有一份详细的计划。扛揍我体力好，我们好好聊聊。肯定比他强。叶公子，再给我一份。你要我吧？既然如此，不如我们两个组队吧。我们？嗯。姑娘，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想问你，我们是不是曾经在哪里见过？你是不是因为这个选的我？你不要多想啊，我选你呢，只是因为你长得好看。长得好看的人呢，就该跟长得好看的人在一块儿，这是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亘古不变的真理。我看了这一圈考生，对你很顺眼。虽然这么说没问题，但是叶公子，再考虑一下吧。真去考虑一下吧。叶公子。哎，烦请各位让一让，多谢各位的抬爱啊！但是我已经有我自己的选择了。叶公子，多谢多谢，我选。考虑一下，叶兄。叶公子，想不到你会选我。哎，请让让。我选你。哦，你为什么选我？你长得好看。行吧，你也不错。我听你们说，长得好看的人跟好看的人在一块儿，那个诸葛云长得倒是不错，只可惜他跟我们不是一路人。那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在下夏侯孟定，愿和二位结成一队。在下赵玉甲，也想和二位结成一队。我知道你是那个变戏法的。在下会御兽之术，在这天启城中赫赫有名。我也会御兽之术，江湖之上别无对手。我说兄弟，你是故意和我作对吗？如实所言罢了。那我们就比比。狮子诀，他来自望城山。这一招我还是第一次见。看来这一次考生，真的都是卧虎藏龙啊！这玄门的高手都来我们大考凑热闹，看来我们学堂的威名已经震慑天下。怎么样，你的兽还御不御了？不御了，告辞。那个，我可以。我不止会变戏法，
告辞。告辞。原来是你呀，赵玉甲，不选我，我可就走了。哎，行，我倒是觉得你这个小哥挺不错的，跟我们是一路人。那我们的队伍便算是成了。等等，姑娘，你虽然长得很好看，但我没有确定要选你哦。叶公子有什么打算？事关紧要，还是要谨慎一些比较好。百里，试一下这位姑娘武功。我快。好。你的轻功不错，比那天好像要快了一些，不是普通的三飞燕。这是我自创的，叫一醉千里。袖里藏剑，轻妙无比啊！一醉瞬杀，倒是惊险骇人。我并没有杀心，这一剑只是试探。做梦啦？梦到东君了。哦，梦到什么啦？梦到东君学会了我的瞬杀剑法，还把我教他的三飞燕改进了一下，成了一门新的功夫。这还真像是白天里会做的梦。百里小公子，我这一招袖剑可算是过关了。我都告诉你了，我只是试探，过没过关，你问他。姑娘，学堂中事凶险无比，自然要选择有一定实力的队友，不要怪我。从此刻起，我们便是队友了。啊，他们4个竟然凑一块了，强强联手，胜算更大了。胜算大了吗？我怎么觉得是小了？师傅只收1名弟子，若他们赢了，你觉得师傅会选叶鼎之，还是百里东君？先生从不收最好的，只收最有趣的。而你是个例外，你很无趣，但你无趣到了极致，反而变得有趣了。所以先生才收你为徒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有趣？是挺有趣的。我倒是觉得这个叶鼎之比你更有趣。行了行了，时间到了，各位组好队了吗？那我们下一场比试的场所会在哪里啊？师傅。下一场比试的地点便是这整个天启城。那么何时开始呢？自然是现在。你们的百里小公子还着急考完试赶着去喝1月1次的秋露白呢。你还知道这个？我方才去了一趟碉楼小筑，取了这个月的最后一盏。哎呦，糟了，你恐怕喝不着了。嘿，你这老头儿，小心我给你抢过来！不可对先生无礼。哎，没事没事，少年不惧江湖老。
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嗯，好，那我便静候诸君了。他真是不给人一点喘息的机会啊！古有云：“齿素如矮雀，以毒结霜里。欲知心底事，还取府中书。”总之就是这鱼肚子里边有线索，分别藏着未申酉戌4个时辰。一会儿呢，你们每个小队派一个人上来，抽到哪个时辰，哪个时辰出发得了。出发之前，墨尘公子会将锦囊交到各位的手中。对了，若是有小队最先找到最后的答案，这高台上的金钟就会敲响。到时候，烦请各位考生回到学堂集合，明白了？那就来吧。为什么我们每队出发的时辰都不一样呢？因为每个队都只能拿到1个锦囊，每个锦囊就是1个线索，总共4个线索。先出发的人则可以博取先机，或是隐匿，或是尽快破题；而后出发的人则可以关注先出发的人的方向，或是寻找，或是守株待兔。若是同时出发，那还比什么呢？直接在这里打一架，赢的人拿着锦囊去找答案不就好了？哟，不错呀，这位考生，看来你对中式的规则了解得很透彻呀。行了，你们每队派一个人上来吧。小赌王，自然是我了。抽到未时的人是最早出发的那一波，可抽到戌时的人还要等3个时辰，在这3个时辰间，他们就可能已经找到答案，所以比试现在就开始了。申时，不错，率先出发难免会沦为众矢之的，申时不失为一个更好的选择。不愧是小赌王，厉害！你还挺会拍马屁的。你一定单身吧？闭嘴吧你！你说魏时会是哪一队啊？魏时，这儿。魏时。酉时。戌时。魏时的队伍出发吧。好可怕的对手，真是令人担忧。你有什么好担忧的？你又不用考试。赢了的人会成为我们的小师弟，可我不希望跟我们做师兄弟的是这个人。连我这样的师兄，你不都忍了这么久吗？我才是师兄。行，你是师兄，本来就是。你自己疯的。应贤已按照王爷的吩咐，将消息传达给叶鼎之了。想入本王的麾下，必然得付出一些代价。只有背上镇西侯府小公子的人命，这叶鼎之以后才会乖乖的受本王控制。哎。弟弟，你觉得这次大考中，谁会成为你的小师弟啊？兄长什么时候也关心起学堂之事了？朝堂当中有很多人对学堂之事很感兴趣。我知道弟弟一向维护学堂，
便从不过问。只不过，这次这些考生中，定会有一位成为亲王的人。无论他是谁的人，只要入了学堂，便是学堂的人。